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原来青云志的每个配角，诚意单拎出来都是主角，这才是真正的顶峰相见。我靠，青云志的每个配角单拎出来都是主角，这才是真正的顶峰相见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一部青云志捧红了十几位演员，现在却唯独男主不见了。当初青云志定下的女主是大宝贝，因为他更看好孤芳不自赏，所以辞演了。不久后，赵丽颖被迫拉来救场，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骂声，她把碧瑶这个角色做到了完美还原，甚至一度受到制片人的赞扬。长相乖巧柔媚，又不失纯真善良，哪怕导演连夜修改剧本，也要请赵丽颖来演碧瑶。她一出场就演成了经典，以至于无论谁翻拍，再也没人能超越。除了男主，我最看好的就是林惊羽。有多少宝子是从青云志就注意到诚意的呢？虽然不是大男主，可他的戏份却不少。想当初我还磕过林惊羽和碧瑶 CP 呢，那会诚意还是小透明，所以很多打戏武术都是自己一招一式练出来的。和男主对戏时，也怕自己耽误对方的时间，以至于整夜的睡不着觉。幸好时隔8年，诚意爆红，他和赵丽颖也算是巅峰相见了。如果再合作一部剧，估计他俩能把娱乐圈炸翻了。女二陆雪琪请了杨紫来演，这是她的第一部仙侠剧，也是被网爆的巅峰时期。自从演完《家有儿女》，杨紫就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作品了。幸亏她接演了青云志，这才迎来2次爆红。青云志奠定了杨紫和秦俊杰相识的基础，俩人也在合作了《龙珠传奇》之后走到了一起。然而这场恋爱只持续了1年半，双方就和平分手，只能说杨紫值得更好的爱情。长大后的主演阵容个个都成了顶流，但小时候的组合也不能小觑，一下子请来 TFBOYS 成员，光是这3小只铜矿，现在谁还能请得起啊？王源是小时候的张小凡，虽然有点蠢笨，但他的悟性却极高，让憨憨的王源来演最适合不过。而王俊凯凭借帅气的长相，成功出演了小林惊羽。王俊凯长大后成了诚意，这也没毛病。最后就是易烊千玺饰演的小七，虽然戏份不多，但却是这部剧不可或缺的一环。青云志真是把半个娱乐圈的人都请来了，从前不红不火的任嘉伦、刘学义、毛子俊都在这部剧里甘愿当配角。8年过去了，任嘉伦有了代表作《周生如故》，刘学义爆改和尚无心，每个人的前途都无限光明。就是说，这样的神仙阵容，内娱怕是再也请不到了。原来杨紫当年说的都是真的，要不是她接演青云志，估计娱乐圈就查无此人了。杨紫20多年的演艺生涯，除了演了《家有儿女》，也没有听宋丹丹的话退出娱乐圈。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她接下了青云志。那年杨紫22岁，让她来演陆雪琪，是导演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可是原著粉们并不这么认为，因为小说里的雪琪是天下第一美人，让刚刚褪去婴儿肥的姊妹来演，确实没有太大的说服力。尤其定妆照一出，骂声也是飞满天。但是8年之后，当观众重刷这部剧，所有人都在感叹杨紫演的是真好。这个角色本身台词就不是很多，所以大多时候只能通过微表情和眼神来表达。事实证明，杨紫完美诠释了陆雪琪一角，说是一群人的青云志，一个人的诛仙也不为过。当时因为这个角色杨紫被吐槽，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没见有一个更好的陆雪琪出现，用导演的话说就是出场即巅峰。后来看到李沁扮演的陆雪琪，虽然也有清冷气质，但说实话，我更喜欢杨紫版的，
因为他在情感表达上更细腻，打戏也是行云流水。这是杨紫演的第一部仙侠剧，此后也开创了属于她的时代。从青云志到天机之白蛇传说，香蜜沉沉烬如霜，沉香如屑，最后是长相思。杨紫每演一部就大爆一次，她不是在炒冷饭，而是通过一部部作品精进自己的演技。如果当初不是天机被迫下架，那杨紫在内娱的地位一定比现在更高。她和程毅从青云志合作到沉香如屑，这怎么能不算是顶峰相见呢？长相思对打莲花楼，曾经的搭档后来演变成竞争对手，两位都是抗剧的实力派演员，所以去年暑期档也是异常热闹。靠演技说话的演员能红一辈子。在《要99爱》和《热辣滚烫》播出后，杨紫也受到了无数好评，并且早早被贾玲预定了下一部电影。童星出道跌落谷底，到不甘平庸奋发向上，杨紫终究会星途坦荡。难怪都说没有邓锡斌就没有程毅，如果不是他的栽培，恐怕程毅到现在还只是个跑龙套的小透明。以前的程毅只能演陈晓身边的小跟班，出道6年，他才有机会出演男2号，而这一切还得多谢邓锡斌。提到这个制片人，那就不得不说宝子们都熟悉的《美人心计》《宫和古剑奇谭》了。这些爆款剧的制片人都是邓锡斌。网友只看到了演员光鲜亮丽的一面，然而程毅在横店跑龙套的低谷时期，只有邓锡斌看在眼里。看到程毅肯为了一个角色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，所以也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的帮助他。2025年青云志开机时，邓锡斌毫不犹豫地推荐了程毅。面对这样的好机会，咱毅哥更加用心对待角色。也是凭借这部剧，他小火了一把。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，为了让程毅坐稳顶流的位子，等到琉璃开拍时，邓锡斌直接定了程毅出演男主。虽然云歌会上闹出了一些不愉快，但程毅的演技我们有目共睹，一共44集，光是吐血就42次。他的演技可圈可点，直接晋升为新媒体演员指数第1名。因为曾经的青涩和笨拙，现在再看他的成长和蜕变，才更加可贵。程毅10年如一日的坚持，让成功变得更加耐人寻味。直到今年莲花楼大爆，程毅终于不再被人指着鼻子说不适合当演员了。他就是天选李莲花，而这的多亏伯乐邓锡斌。从暑期档火到寒假档，一部武侠悬疑剧把程毅捧成顶流。只可惜一切都在变好的同时，邓锡斌突发心梗遗憾离世了。他陪程毅从无名小卒到名扬天下，功成名就时却撒手人寰，这件事也给程毅很深的触动。虽然他没说，但心里一定是遗憾惋惜的。现在程毅只能通过拍更多的好戏来回报曾经的恩人和观众。